联合国通过俄对乌战争赔偿决议，中国公开反对，这并非力挺普京那么简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近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名为《推进就侵略乌克兰进行提供补救和赔偿的决议》。该决议支持建立一个机制，要求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决议建议联合国会员国与乌克兰合作，建立起国际损失登记册，用于记载损害、损失和伤害的证据和索赔资料，并促进和协调证据收集。西方在联合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的惩罚性决议并不稀奇，关键是要看投票结果。一共有94个国家投了赞成票，14个国家反对，73国弃权。这意味着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剥夺俄罗斯的资产，用于赔偿乌克兰战争损失，支持的国家以反对和不表态的国家为1:1。这项决议不具约束力，投下反对票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认为中国投下反对票就是要站在西方国家的对立面，或者说是为了力挺俄罗斯不用给乌克兰战争赔偿。其实还不能完全这么理解，这项决议本身没有约束力，就是西方国家发动的一场舆论战。但是中国仍然非常有必要亮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因为这涉及到基于联合国的国际规则，从长远来看，也是在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首先，中国反对的是联合国通过此项决议的法律职权问题，并非针对的是乌克兰战争赔偿问题本身，这个非常有智慧。我国驻联合国代表耿爽在决议草案表决前说，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战争补救和赔偿应当通过正确的政治途径和法律程序实现。联大不是国际司法机构，无权对国际不法行为做出法律定性和追责。你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没有明确反对战争赔偿问题本身，而是联合国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这是破坏联合国运行规则的行为。其次，西方的图谋可不仅仅是剥夺俄罗斯的资产，这只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未来还有可能用来对付中国。在拜登政府拉着西方国家推动新冷战的背景下，今天能用来对付俄罗斯的，明天就有可能用来对付其他国家。美国一直把应对俄乌冲突看成是未来应对台海危机的预演。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了，那么未来不能排除在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夺取中国在全球的资产。美西方还有可能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伊朗、朝鲜等国。只要开了这个头，后果会非常严重。这项决议虽然没有强制性，但是意味着西方开启了剥夺俄罗斯资产的序幕，意味着俄乌冲突在经济战、法律战层面将出现新的变化。其实我们更需要关注的还是俄罗斯与西方在经济战、舆论战、法律战层面上的较量。西方援助乌克兰钱是有限的，如何剥夺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的财富才是最佳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不管俄罗斯愿意不愿意，西方都有可能在法律上启动对俄罗斯的战争索赔。美国发起了这么多场局部战争，却从来没有赔偿伊拉克、阿富汗、塞尔维亚人民，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却逼着俄罗斯给乌克兰赔偿。这不仅仅是双标，而是西方社会殖民主义思想的体现。乌克兰在西方人的眼中是自己人，俄罗斯是敌人。这也意味着，普京如果不能通过军事手段结束俄乌冲突，后面的战争赔偿问题才是大麻烦。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